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冬季气温较低，食物不易坏，但是即便是在冬季，厨房里也暗藏着许多的健康风险，稍不注意就可能会引发致命危机。前不久就有一个新闻案例，江苏父子因吃剩火腿导致肌肉萎缩，生命垂危。为什么吃了几片剩火腿就这么危险呢？食物如何的储存更安全？还有哪些被我们忽视的厨房健康危机呢？一、冰箱中史上最强毒肉毒杆菌。砒霜是我们老百姓心目中公认的毒药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在吃剩的火腿中竟可能暗藏着另一种比砒霜更厉害的毒——肉毒素。专家称之为天下第一毒。专家表示，不到1克的肉毒素就足以夺走100万人的生命。它可以麻痹神经，当其作用于内脏、肌肉甚至呼吸机，那我们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。一、冰箱中的肉毒素雷区。我们都说夏季的气温高，容易滋生细菌，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冷了，专家还要重点的强调肉毒杆菌的毒素呢？原来肉毒杆菌是不怕冷的细菌，冬季也照样活动。哪些食物中可能会出现肉毒素呢？一、开封后存放的包装熟食，午餐肉、火腿肠、小肠、蒜肠、五香鸡等的肉类熟食，容易滋生肉毒梭状芽孢杆菌，产生肉毒素。如果是真空包装的食品，经过了消毒杀菌，相对安全。但如果拆封后没吃完，再次食用时，需彻底的加热，否则也可能会暗藏威胁。二、放久的自制肉酱、豆酱。自制水豆豉、黄豆酱、炸酱等的高蛋白食品，也容易滋生肉毒梭状芽孢杆菌，产生肉毒素。二、讲究冷放热吃原则，远离肉毒杆菌。一、吃不完的熟食制品及时冷冻，一次性不要开封太多，实在吃不完的熟食制品要及时的冷冻。二、加热杀菌去毒。肉毒素不耐热，100摄氏度加热2到3分钟就能杀灭，因此在食用前可以高温加热灭菌。正确热酱小妙招：先在碗中加入少量的水，不要超过1勺，再将酱料倒入，盖上保鲜膜，用牙签将保鲜膜戳几个小孔，放入微波炉，高火加热2分钟即可。二、腹冻肉里面的危险菌耶尔森菌。许多人从超市买肉回来，直接放进冷冻室，等到要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，切下一小块，又把剩肉放冰箱。殊不知这样反反复复的冷冻肉，可能会让肉里产生一种致命菌，危害生命健康。一、爱吃冻肉的致命菌。冷冻只是让细菌的增殖速度变慢或者停止，但细菌不会被杀死。像沙门氏菌、李斯特菌、耶尔森菌，还有其他一些致命菌，都能在冻肉里繁殖。耶尔森菌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，但鼠疫一定不陌生。它曾在欧洲夺走数万人的生命，在当时是一种非常致命的传染病，其致命菌就是耶尔森菌的一种。二、腹冻肉导致冰箱肠炎。冻肉里的耶尔森菌可能引起冰箱肠炎，造成拉肚子，可能一天拉5到6次，甚至是10几次。大家别觉得拉肚子是个小事，特别是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血管疾病等基础病的老人和抵抗力弱的小孩，代谢系统比较脆弱，严重时容易发生脱水，甚至更为紧急的情况。三、反复解冻、冷冻，细菌成倍增长。冻肉不仅可能会携带这种致命菌，而在反复解冻、复冻之后，细菌可能成倍增长。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了冷冻肉细菌含量测试，实验员对一块新鲜猪肉进行细菌采样，反复冷冻化冻4次之后，再次进行细菌采样，
最终结果显示，在猪肉新鲜时，细菌的含量还非常低，大概是 7.5 CFU 每克。反复解冻试吃后，猪肉上的细菌是新鲜猪肉上的15倍，细菌含量呈指数型的上涨，高达1600万 CFU 每克，已大大的超标。专家提示，即使是化冻后马上放入冰箱，其结果也高达15倍。而生活中解冻后往往不会立刻的放回冰箱，细菌量则会大大的高于15倍。反复解冻，肉的口感会发生变化，容易损失肉质，肉的鲜味和一些营养也会随着肉汁流走，肉的味道就会变得不新鲜了，口感也变差了。4. 肉类如何储存解冻更安全呢？ 1. 储存。将肉切成若干扁平形状的小块，随吃随拿，利于快速冷冻和解冻，降低细菌的滋生风险。建议生肉冷冻储存不要超过3个月。储存冻肉的时候，可以在保鲜袋上写上储存日期，方便及时的食用。2. 解冻方式。平时你是怎么给肉解冻的？拿出来自然解冻、热水解冻，还是？解冻方法多种多样，究竟哪一种解冻方法更快、更安全？3. 木耳泡出无解之毒，米酵菌酸。黑木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吃的食物，但因为吃木耳中毒住院的新闻比比皆是。一名患者吃了浸泡3天的黑木耳，先后出现了腹泻、恶心，化验结果显示严重的肝衰竭。发病5天后，为了保住性命，只能做肝移植换肝保命。黑木耳究竟为什么变成了毒木耳？原来泡久的黑木耳中会滋生一种叫做米酵菌酸的致命菌，而且加热也无法消灭它。1. 米酵菌酸的2大特点。1. 耐高温，100摄氏度下煮20分钟也没用。2. 无药可解，就算知道是米酵菌酸引起的中毒，目前也无药可解。2. 哪些食物可能会暗藏米酵菌酸呢？1. 米类的食物，特别是糯米类，比如黏的像是发酵的玉米面、糯玉米汤圆粉、发酵的糯小米、吊浆粑、醋凉粉等。前年有个新闻是黑龙江鸡西的一家人食用了用玉米面加上水发酵10几小时自制的酸汤子，结果一家9口无一人生还。2. 菌类蔬菜，比如长时间泡发的银耳、木耳。3. 如何正确泡发木耳，远离米酵菌酸？实验对泡了2小时、6小时和12小时的木耳进行菌落采样对比，结果发现泡发时间越长，细菌增长越多。那么我们平时在家如何正确的泡发木耳，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细菌的滋生呢？专家给出了2个小妙招。1. 控制时长，常温下一般2个小时就已经泡发了，建议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。2. 放在冰箱中低温泡发，冰箱冷藏室温度仅为4摄氏度左右，很多杂菌几乎无法产毒，相对安全。而且木耳中的多糖类物质和蛋白质在低温下亲水性较强，泡发出来的个头比较大，味道也是比较鲜美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